飞升当天，待我如珠似宝的恩人一家，惨遭万千圣宠的长公主灭门。天道给了我2个选择：一、继续飞升；二、失去一切，为恩人报仇。我选择了3。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飞升继续。我跪在地上，顶着万千雷鸣，咽下从喉咙深处涌上来的鲜血，咬着牙冲天道放声大喊。特地从千里之外赶来向我传递消息的庶妹，听到我的回答，开始疯狂咒骂我：姜四，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狐！恩人一家待我们姐妹俩如珠似宝，宛若亲生。要不是恩人救了我们姐妹俩，我们早在10年前就被人剥皮抽筋了，哪里还有你今日在此飞升的机会？如今恩人一家惨遭灭门，你竟无动于衷，还选择继续飞升，你简直就是冷血无情、罪不容诛的畜生！行，你不去帮恩人报仇，我去帮恩人报仇。我祝你今日得道成仙，享一辈子孤独。噗！一口鲜血从我喉咙里喷了出来，五脏六腑犹如被人拿木棍往死里搅动一般，痛，无法形容的痛。我的庶妹僵尸带着一腔愤怒飞身离开，我又何尝不想跟他一起离开？但是我不能。恩人一家被杀害的消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飞升渡劫当日，在天雷已经劈到一半，将我劈成重伤，几乎无法维持人形的时候传来。我不信这世上有这要巧的事，若我就此放弃渡劫，带着一身伤，法力全无的回去，指不定报不了仇，还会丢了命。我不要2选1，我全都要。我要飞升，我还要带着绝对的力量回去帮恩人一家报仇。来啊！天雷还剩几道，一炷香内给我全部劈完。我没有时间了，我祭出所有法宝，遍体鳞伤地冲着天道嘶吼。顷刻间，无数道天雷撕破苍穹，闪着暗红色的光芒，接连劈下。珍藏的法宝一件件毁灭，我化作圆形硬抗。又一道天雷击中鲜血淋漓的身躯，我整个人犹如断了线的风筝，砸向了一旁的岩壁上，雪白的皮毛被雷电烤得焦黑，筋骨寸寸断裂，我痛到神魂俱裂，但这痛楚远不及听闻恩人一家惨死时的撕心裂肺。还剩几道？快，都给我劈完！我咳着血，跪趴在地上，声音嘶哑的催促。最后3道天雷带着万钧雷霆同时劈落，我的血肉被尽数撕碎，骨骼被彻底碾断，暗红色的雷霆犹如10大酷刑贯穿全身。雷光散去时，我的意识在消散，我感觉自己的元神飘了出来。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了恩人一家的音容笑貌，浮现了这10年里他们待我的好。不，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要成仙，我要报仇。刹那间，消散的意识被唤回，元神重新回归身躯。我猛地睁开了双眼，无数道金光散落在了我的身上，散落在我的伤口上。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逐渐复原，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握住了雪白的爪子，站了起来，让膨胀了10几倍的原形和9条生机勃勃的尾巴一同沐浴在充满能量的金光下，尽量的吸收更多天道降下的能量。下一刻，身体完全复原。回溯境，身体复原后，我飞身而起，第一时间往恩人家中赶，同时召唤出我仅剩的一个法宝，马上回溯半个月内与恩人有关的场景。回溯镜立即浮现出乱葬岗的画面，几条野狗正在啃食一具面目全非的尸骨。我的脸瞬间煞白，胸口一阵闷痛，像是被人捏住了心脏一般。我疯狂追问手中的回溯镜，回溯镜，怎么回事？我让你回溯半个月内与恩人有关的场景。回溯镜不会说话，只是将刚刚的画面重新放了一遍。这个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乱葬岗，被野狗啃食，我几乎稳不住身形，差点从空中跌落。恩人怎么会在半个月前就被丢进了乱葬岗，还被野狗啃食？僵尸来找我之前，不就知道恩人一家被长公主残害吗？他没有替恩人收敛尸骨，建墓立碑吗？我不知哪儿出了问题。我再次叫出回溯镜，回溯镜，马上回溯半月内与顾小姐有关的场景。
接下来的画面更是让我肝胆俱裂，神魂不稳的直接从空中坠了下去。我的恩人是江南一家姓顾的员外郎。顾员外家中算不得大富大贵，但为人乐善好施，育有2子1女，皆是善良温和之人。10年前，我与僵尸遭遇暗算，身受重伤，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之际，是恩人路过，救了我们姐妹2人，还花重金治好我们姐妹的伤。我们伤好后，顾员外得知我们姐妹2人无家可归，便将我们留在了顾家。吃穿用度同他的亲生女儿顾小姐一般无二。顾小姐当时6岁，家中只有1个哥哥1个弟弟，见到我们姐妹很是欢喜，一直待我们如同亲姐。我在顾家住了8年，直到2年前才离开。顾小姐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可如今待我犹如亲姐，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我和僵尸一份的顾小姐，她被人卖进了青楼，被无数最底层、最下贱、最恶臭的男人凌辱、鞭笞、践踏。回溯镜里，半个月前，在破旧的屋子里，顾小姐被人撕碎了衣裳，绝望的哭泣。她哭得声嘶力竭，声音沙哑，满脸都是血，满脸都是泪。她的手里一直紧紧地握着一根发簪，那是我送给她的，那是我送给她的。她在叫：四姐姐救我，四姐姐救我。她在叫我，她在叫我救她。我痛的一颗心像是被人丢进油锅里翻来覆去的炸。飞升之时，天雷劈下，将我劈得经脉寸寸断裂，都没让我痛到流泪，可此时却让我痛不欲生，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我恨不得透过回溯镜穿过去救我的妹妹，可是我做不了，我什么都做不了。这是半个月前发生的事。那顾小姐是不是还活着？我指尖发白地握紧了手中的回溯镜，不忍心再看后面的画面，疯了似的往回溯镜里出现的青楼赶去。因为太着急，一身法力的我竟被脚下的石头绊倒，摔了个头破血流，双眼模糊，鲜血从掌心滴落。我挣扎着又爬了起来，我要去救她，我要去救她。我赶到了青楼，赶到了回溯镜里出现的那个青楼。我找到了那个在回溯镜里出现过的老鸨，他穿的花枝招展的，正在待客。就是他把顾小姐关到了破败的屋子里，就是他带着一个又一个恶心的男人进入了关押顾小姐的屋子。我阴沉着脸，眼底满是恨意的大步流星逼近。老鸨被突然出现的我吓了一跳，他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随即勾起了一抹讥讽轻蔑的笑，语调中满是羞辱。哟，哪来的小娘皮？缺男人缺到我这儿来了？来啊，阿四，拉进去给他好好的止止痒。回溯镜里，他和顾小姐说了同样的话，然后我恨意滔天，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掉了他一颗牙，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老鸨被我打懵了，他捂着红肿的脸，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好你个小贱蹄子，竟然打到老娘身上来了，老娘今天不让10个8个乞丐轮了你。话音未落，我一拳砸烂了他的牙。老鸨面露惊恐，我揪住了他的衣领，掐住了他的脖子，目眦欲裂。顾婉宁呢？你把顾婉宁关在哪？老鸨终于不再嚣张，三魂被吓得丢了七魄，哆哆嗦嗦地道：客官，什么顾婉宁？我们这儿没有一位姑娘是叫这名字的啊。这位客官，你是不是？我问你，顾婉宁呢？半个月前被你关进小破屋的顾婉宁呢？一想到顾小姐的遭遇，我浑身散发着戾气，见老鸨还不说实话，还和我捣浆糊。我握紧双拳，将所有力气都汇聚到拳头上，一拳敲碎了老鸨的腿骨。腿骨碎裂，老鸨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他捂着腿，痛到放声尖叫。我的腿！我掐住了老鸨的脖子，恨意膨胀，最后问你一遍，顾小姐人呢？丢乱葬岗去了。老鸨看到了我眼中的杀意，又诧异地发现周围的人像是看不见我们似的。他终于跪趴在地，痛哭流涕，疯狂磕头求饶。客官，这不关我的事啊，那人可是长公主让送来的，
还特地交代要找最下贱的男人同她睡。谁知她只坚持了不到10日，就血崩而死了。我这也是奉命行事啊！血崩而死，我几乎站立不稳，脚步踉跄地倒退了好几步。我来晚了，可是僵尸不是一直住在顾家吗？为什么顾家会发生这样的惨事？为什么事情都发生了半个月了，僵尸才来告诉我？他若早几日来告诉我。我双手用力收紧，猛地往下一折，一把拧断了老鸨的脖子。我转身去了乱葬岗，在乱葬岗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具破败残缺的身躯。他浑身上下破破烂烂的，全都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容，但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我送他的那根簪子，簪子上的血已经发红发暗。我仿佛听到他在问我：四姐姐，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啊！我握紧了我送他的簪子，任由簪子扎穿掌心。我不该离开的，我不该离开这2年的。我以为僵尸还在顾员外家，即便顾家遇到麻烦，凭借僵尸的能力也可以应对。但我没想到会这样。我收敛了顾小姐的尸骸，又通过回溯镜找到了顾员外尸骸被丢弃的最后所在地。但是在那儿，我找了许久，只在不远处的一个破庙里找到了顾员外被野狗啃食的只剩下残肢断臂的残骸。我的恩人竟然连一具完整的骸骨都没有留下，好恨啊！我埋葬了父女俩，跪在地上给2人磕了3个响头，双目猩红的发誓：顾员外、顾小姐，你们等着，伤害你们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冲进了长公主的府邸。长公主年40，是当今皇帝的嫡姐，在皇帝登基为帝时立下过汗马功劳，这些年一直盛宠在身。她铺张浪费，嚣张跋扈，荒淫无度，在府中养了无数男宠。但有皇帝撑腰，众大臣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时回溯镜回溯到顾家被灭门的当日，我看见一个雍容华贵、满身珠宝、浑身散发着嚣张跋扈气息的长公主，坐着18个人抬着的轿辇进入了顾家。顾家一家上下都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她，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就如同以往顾员外招待其他路过的客人或是款待贵客一样。顾家一向乐善好施，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亦或是流浪乞儿，但凡需要帮助的都会施以援手。这是一次极为慷慨、极为热情、极为友善的招待，可结局却是长公主凶残暴虐地杀害了恩人一家。我看着回溯镜内恩人一家对长公主的盛情款待，咬紧了牙关，眼底涌上滔天恨意。长公主在她花了重金建造的酒池肉林里，我一路脚下生风，迷晕公主府上所有侍卫，单枪匹马地闯了进去。我要捏爆长公主的头，为恩人报仇。但我没想到我会在酒池肉林里看见顾家大公子的身影。顾家大公子年方22，貌若潘安，学识渊博，温文尔雅，是远近闻名的谦君子。同顾员外一样，有一颗善良宽厚的心，待我和僵尸一直如同亲妹。2年前我离开顾家时，他刚成亲1个月，妻子很是温柔善良，是同他从小定了亲，感情深厚的青梅，待我也一直如同亲小姑子。他怎么会在这里？而更让我睚眦欲裂的是，一向风光霁月、端方典雅的顾家大公子，身上只披了一件薄纱，他胸膛敞露，暴露的肌肤上满是鞭痕，正毫无尊严地跪趴在长公主的面前，舔舐着长公主的玉足。大哥！顾家大公子听到我的叫声，浑身僵了一下，他缓缓回过头：四四，你怎么来这儿了？你快走，你快离开这儿！顾家大公子爬了起来，想催促我离开，但他刚朝我靠近了一步，就被身后涌上来的几个侍卫倒在了地上。哟，顾家还有漏网之鱼啊！这也是你妹妹？来得正好一道丢入青楼，千人枕，万人骑。长公主唇角微微勾起，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就像是对待最不入流的蝼蚁。顾家大公子闻言，瞳孔剧烈收缩，眼底满是慌乱和害怕。他转身跪向长公主，疯狂磕头，磕到头破血流依旧没有停止。公主，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他，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饶了他。大哥，你别求他，你起来，我不会有事的。我看着卑微到了极致的顾家大公子，心痛到无以复加。顾家没有人知道，我和僵尸是修炼1000年的狐狸精，他们一家人一直把我们当成无依无靠的孤女，给予我们庇护，给予我们爱和信任。如今他落了难，却依旧为了救我，向杀害他全家的仇人磕头求情。我声音沙哑，闪身冲了过去，将顾家大公子从地上拉了起来，扭头带着深切恨意地盯着长公主。你这是什么眼神？恨我？还真是有意思。长公主站起了身，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她的眼中满是高傲的鄙夷，还有深不可见的厌恶。她老了，即便花了重金保养，依旧抵御不了脸上的皱纹。她最是厌恶皮肤好、容貌佳、年轻紧致，犹如花骨朵一般的女子，尤其是这般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活，敢挑衅她的妙龄少女。而她最喜欢的是看着这些不知所谓、胆敢挑衅她、胆敢对她无礼、胆敢憎恨她的妙龄女子崩溃绝望，哭泣求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他是你大哥？那你知道你这大哥是怎么给本公主当狗的吗？你知道你这大哥是怎么在床上伺候本公主的吗？长公主饶有趣味地勾起了唇角，盯着我的双眼，想看到我崩溃的样子。本公主去她家那日，一眼就相中了他。那日啊，他正陪他身怀6甲的妻子在院子里作诗，儒雅风流，风度翩翩。本公主最喜欢看这种一尘不染的谦谦君子臣服在本公主身下的样子。于是本公主把他叫了过来，要他伺候本公主。长公主笑得越发兴致盎然，甚至伸出纤长的食指去勾顾家大公子的下颚。滚！别碰我大哥！我一巴掌把他的手拍了下来。长公主的眼里闪过一道戾气，但不知他这个疯子想到了什么，他又笑了。他呢，当然不从，但是本公主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44，不要听，不要听！顾家大公子捂住了我的耳朵，你快走，你快离开这里！长公主的话还在传来，于是本公主找了2个侍卫，将她按倒在了床上，捆住了她的双手双脚，扒了她的裤子，然后当着一屋子丫鬟和侍卫的面坐了下去。她当时那野兽般的嘶吼真是太好听了，我的眼睛红了，血泪涌了上来。长公主哈哈大笑，还在继续，本公主就自行动了那么2下，她就不行了。本公主想着，她不行，是不是不够刺激呢？于是本公主心善体贴的让人把她怀胎6月的妻子绑了过来。长公主凑到了我面前，眼底满是恶意。你猜后面发生了什么？顾家大公子眼里满是痛苦绝望。44，不要听，求求你，求求你快走，快离开这里，去过你自己的日子。他啊，求本公主，求本公主放过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还怀着身孕。他说只要本公主放过他的妻子，他什么都听本公主的，本公主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哈哈哈！于是本公主当着他妻子的面和他行了房。他妻子当时睚眦欲裂，挺着肚子疯狂地扑过来，求本公主放过他们，却被本公主身边的嬷嬷和丫鬟拦了下来，还被按着跪在了地上，逼着他亲眼看着他的夫君是如何同本公主行房的。当时啊，他也这样求他的妻子，不要看，不要听，求本公主放过他的妻子。本公主却觉得他好吵好吵啊，就让人堵住了他的嘴，顺便啊，让身边的几名侍卫轮了他的妻子，给本公主助兴。你是不知道。长公主站起身，张开双臂，嚣张放肆的大笑。你是不知道，那绝望痛苦的哀鸣声、痛哭声、嘶吼声、求饶声有多悦耳，有多动听，多……突然，长公主的话戛然而止。我流着血泪，化身修罗，右手顷刻间化作圆形，力气铺天盖地而下，一爪子捏爆了长公主的头。砰的一声巨响，我望着尸首分离的长公主，轻声低喃：长公主，我觉着你头骨炸裂的声音更好听呢。我猛地拔高声音，一脚踩在她碎裂的尸骨上。你说是？耶！
不是，长公主的头被我一爪子捏爆，血、肉、恨、肺，她的血溅了一地，散发着腥臭味。她剩下的半张残脸落在地上，脸上的嚣张得意尚未散去，而她仅剩的那半张残脸上残留着的那只眼睛，因为震惊瞪得大大的，眼中满是恐惧和难以置信。她以为她是万千圣宠于一身的长公主，这个世界上除了皇帝，唯有她最大，没人敢对她如何，也没人有本事对她如何。可她没想到，我不是人，我是修炼千年，已经顺利飞升的狐妖。她更没想到，我不按常理出牌，会在她最嚣张、最得意的时候，直接捏爆了她的头，要了她的命。周围先是一阵静默，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还有些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随后是铺天盖地的尖叫声，可是宫女和侍卫的尖叫声还未彻底爆发出，就被我设置了结界，锁住了这个酒池玉林里所有的声音和动静，同时也定住了所有人的身形。空间陷入了静止状态，就连顾家大公子也被我定了型。我将他从地上扶起来，又给他披上了干净整洁的衣物，让他坐到了一旁。我打开了回溯镜，长公主口中的那些画面在回溯镜里一一展现。我双目猩红地盯着回溯镜里的画面，眼泪砸在了回溯镜上，却怎么也洗不尽内心的崩溃和愤怒。我倒扣回溯镜，不忍再看，可里面的声音还在传来，犹如一根针扎在了我的心口上，痛得恨不得毁天灭地。当我再次掀开回溯镜，顾家大公子遍体鳞伤地躺在地上，周边都是血，刺目鲜红的血。长公主亲手拿刀阉了他，还讥讽地说：“你不是不愿意伺候本公主吗？那你这玩意留着也没用，本公主就帮你割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公主府中最低等、最下贱的阉奴。”而旁边，顾家大公子的妻子，我的小嫂子被人开膛破肚，怀胎6月的孩子被活生生剖了出来，一大一小，气息全无。接下来的便是屠杀，一场单方面的血腥至极的屠杀。我想叫不出来，整个人像是被无数道天雷劈得浑身碎骨，一颗心痛的无以复加。被屠杀的都是这些年待我如珠似宝的家人，有教我绣花，给我最绣鞋的李嬷嬷，有在厨房里干活，总是偷偷给我塞鸡腿的王妈妈，有和我说攒够了钱就和隔壁家阿牛哥成亲的小翠。可现在他们死了，他们全都死了。噗，血溅在回溯镜上。长公主死得太痛快了，她死得太痛快了，她欠了顾家56条人命，她就该死56次。回溯镜单独将我和长公主的时间回溯到一盏茶15分钟前。回溯镜还有回溯时间的功能，只是这个时间很短，最多只能回溯到一盏茶前，但一盏茶足够了。下一秒，时空逆转，长公主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她还有刚刚被我捏爆了头、死亡的记忆。她大口大口地喘气，眼里满是惧怕，但很快她发现她似乎还活着。她无比诧异她的死而复生，眼里甚至闪过了疑惑，怀疑刚刚死亡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她看到我后，双目圆睁，面目扭曲，伸手就朝我扑来，张嘴就想咒骂。可她的话尚未说出口，我再次化作圆形，扣住了她的头，一爪子捏爆了她的头，砰的一声巨响，她再次化作一堆肉泥。这次她死得比上次还要彻底。回溯镜，砰砰砰砰砰砰，长公主死了一次，一次又一次。我没给她说话的机会，我也不会给她开口的机会。我要她死，我只要她死。第51次捏爆长公主的头，再让时间回溯，再将其复活。她再不复往日的嚣张，眼里满是震惊和恐惧。我欣赏着她的恐惧，再次将我的爪子扣到她的头上。她突然跪地，冲着我疯狂地磕头求饶：“大仙，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杀我了！我好痛啊，我好痛啊！大仙，我知道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饶了你！”
你有饶过我的恩人吗？有饶过陪伴我10年的家人吗？我凭什么饶了你？我恨意难消，扣住了他的脑袋，再次捏爆了他的头。再次被复活，长公主知道求饶没用，在我动手前捏爆他之前，她连滚带爬地吐露了一个消息：仙人，你弟弟可能还活着，只要你答应不再复活我，我就告诉你他的下落。长公主死怕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次了。死亡太可怕了，太痛苦了，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无休止的死亡。她不想再复活了，她不想刚复活又再死一次了，她只求速死。我弟弟可能还活着，是顾家小公子吗？说，他在哪儿？在敬德侯府。我被他送给了敬德侯府的小侯爷。我把他送过去的时候，他还活着。你怎么敢？我怒火中烧，满腔恨意，再次捏爆了长公主的头。谁不知道，敬德侯府的小侯爷是个专门虐童的变态。顾家大公子还活着，但他成了长公主府中的一个阉人，被长公主玩弄羞辱。顾家小公子犹如我弟弟般，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也还活着，但却被长公主送给了京城里一个专门喜欢虐童的变态。长公主用顾家小公子的命吊着顾家大公子，逼迫顾家大公子苟延残喘。两人都还活着，但尊严尽毁，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浑身戾气瞬间暴涨，直接将再次复活的长公主碎尸万段。顾家小公子还活着，没时间再停留在这里，继续虐杀长公主的肉身。我拿出锁魂鞭，禁锢了长公主的灵魂，将她刚从身躯里飘出来的灵魂锁在里面。随后带上了顾家大公子，直奔敬德侯府。赶到敬德侯府，我设置了一个结界，将顾家大公子安置在了其中。随后劫持了一个奴仆，逼问出了敬德世子平日里关押男童的所在地。我赶到时，到处都是男童压抑的哭声。我看到了数十个男童，衣不蔽体，被关在笼子里。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有刀伤，有烫伤，有鞭伤，平均年龄不超过8岁。这畜生！我将男童都救了出来，将他们放到了我设下的安全的结界里，询问他们是否有见过顾家小公子。其中一个奄奄一息的男童听了我对顾家小公子的描述后，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满脸都是泪的大喊道：仙女姐姐，你是来救子瑜的吗？那个坏人把子瑜带走了，仙女姐姐，你快去救子瑜啊！密室，在密室。我穿墙破门，按照男童描述的位置赶了过去。结果抵达密室门口的时候，发现密室外面竟然还有一道结界。我手一挥，破开结界冲了进去。子瑜！我大叫：姐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冲进密室，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僵尸。僵尸看到我，比我还要来的诧异，他的眼睛都比原先瞪大了几分。随后他又后退了2步，像是在遮挡什么似的，有些慌张的样子。我来不及多想，我现在心里只有顾家小公子的安危。屋子里都是血腥味。我冲到密室的床前，床上的敬德侯世子已经死了，顾家小公子正生死不知地躺在床上。我望着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肤，胸膛毫无起伏的顾家小公子，几乎不敢靠近，不敢碰触。姐姐，我是来救子瑜的，只是我来晚了一步。子瑜他已经……僵尸站在我身后，声音哽咽地啜泣了起来。来晚了一步。小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猛地回头，焦急地抓住了僵尸的手。若是一盏茶前子瑜还活着，我还可以让时间回溯，将他救回来。姐姐，怎么了？僵尸有些慌乱，甚至后退的想摆脱我的手。我望着僵尸躲避我的举动，眼底闪过了诧异。说起来，我和僵尸也有2年未见了。2年前，我离开顾家，就过上了四处寻宝、寻找机遇的日子。而僵尸是我父亲和杂毛狐狸生的，许是血脉的问题，他从小就体弱，没有修炼的天赋。这些年，我给了他许多的天才地宝，但他吃下去依旧没有进步。他对得道成仙这件事也一直不冷不淡，还同我说在顾家混日子，过这种吃穿不愁的人间日子也挺好。
而我一直想成仙，光复狐族，因此在2年前同他分开，一个人独自踏上了修仙路。僵尸，你慌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你？僵尸气急败坏地甩开了我的手，你怎么能这么过分，竟然怀疑我？我知道你早就看不起我这个血统不纯正的妹妹了，我这就走，我不碍你的眼了。僵尸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僵尸，我想去追，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躺在床上的子瑜。回溯镜，回溯一盏茶前，此处的景象。回溯镜，一片空白。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这个密室里动了手脚，以至于回溯镜都无法窥探。回溯镜将时间回溯到一盏茶前，回溯镜启动，但密室内依旧毫无变化，证明子瑜在一盏茶之前就已经没有生机了。我弯腰将子瑜抱了起来。子瑜，姐姐带你回家。埋葬了子瑜，将她葬在她的父亲和姐姐身边。我又将被封在锁魂鞭内的长公主的魂魄抽了出来。看到3座孤坟，我实难解愤。我要将她挫骨扬灰，以为恩人一家的在天之灵。长公主从锁魂鞭出来的瞬间，就察觉到我的杀意。她摇摇欲坠的灵魂震颤不已，她跪在地上，大声喊冤：大仙，顾家人的死也不能全怪我啊！是有人引我过去的，否则我堂堂一个长公主，又怎么会去江南，还借宿在一个小门小户家里？这一切都是阴谋啊！肯定是有人要害本公主啊！我皱起了眉头，你说有人引你去的？谁？是谁？我用锁魂鞭一把缠住了长公主的脖子，说：是谁？长公主见我在意，似乎看到了可以和我讨价还价的机会，她竟然威胁起了我。除非你答应我，不让我魂飞魄散，否则……我没给长公主讨价还价的机会，用锁魂鞭一边地抽在了长公主的魂魄上。长公主痛得哇哇叫，说：是谁？是谁引你过去的？长公主想跑，却根本跑不掉。我步步紧逼，见她还不说实话，用锁魂鞭缠住了她的头。说不说？当长公主的魂魄开始涣散，她终于崩溃了。大仙，我也不知道是谁，求求你饶了我吧。是有一日，我起来就在自己的屋子里见到了顾家大公子的画像了，画像上还具体的写了顾家大公子的住址。我正好闲来无事，便去了。大仙，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即便是有人引你去的，那杀我恩人一家，也是那人让你做的吗？我一鞭子挥在了长公主的身上，她灵魂的一只手臂化为虚无，她跪倒在地，拼命磕头：仙人明鉴啊！我是嚣张跋扈，从不将蝼蚁放在眼里，可我爱强取豪夺，爱年轻风雅的美男子是出了名的啊。那些不从我的男子，我无一不杀。但凡打听过的人都知道此事啊。仙人，我真的知道错了，那你就不该死了。我正要捏爆长公主的魂魄，让她魂飞魄散，不入轮回，长公主突然叫了起来。我想起来了，那画像有一股诡异的胡骚味。瞧见画像的那日，我好似还瞧见过一只3色的杂毛狐狸。我听到这话，整个人站立不稳地踉跄了2步。狐狸，跟大仙您一样的狐狸。大仙，我真的是无辜的。我将僵尸原型的画像幻化了出来，问他：你给我看清楚，是不是这只狐狸？是3色杂毛狐狸。我一把捏爆了长公主的魂魄。僵尸，引长公主去顾家，让顾家灭门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僵尸。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仰天长啸，冲着回溯镜大吼：回溯镜，马上给我定位僵尸的位置。姐姐，你是在找我吗？僵尸的声音突然从我的身后出现。此时的他人形虎尾，身上穿着华丽的衣物，9条尾巴在身后摇晃，每一条都散发着强劲的妖力，和他不久前在密室里见到我就怕的模样完全不一样，和他这几百年来弱小无助的依赖我的模样也完全不一样。我难以置信地望着僵尸的模样，这不是走正路的修仙者该有的模样。僵尸，你什么时候有的9尾？你到底做了什么？
僵尸瞧见我眼中的难以置信，轻笑了一声，伸出手摸了摸身后摇晃的尾巴。姐姐，你这话说的，难不成这世上就只有你才配拥有九尾吗？僵尸说着，突然变了脸，面目狰狞，妖气四散。我与你同一个父亲所生，凭什么你是九尾？我就只是六尾。凭什么你随随便便就能吸收天地灵气，而我吃了多少天才地宝都没有用？凭什么？我只能当你的跟班，捡你不要的牙碎。我没想到，我一直宠着、护着的妹妹，居然一直都在嫉妒我，一直都在恨我。看到僵尸如今的模样，我的血液都跟着冷了下来。僵尸，你竟修了邪魔妖法！邪魔妖法？什么叫邪魔妖法？你修仙，我也修仙，我不过是走了另一条路而已。僵尸愤恨地盯着我，我本以为在你渡劫当日告诉你顾家被灭的消息，能让你神魂不稳，让你被天雷劈死，但没想到你这般冷血无情，竟然不肯放弃飞升的机会，更没想到你竟然撑过来了。凭什么？凭什么你的命就那么好？我想过今日的事不对劲，以为幕后有什么势力在作怪，却没想到这幕后之人是我的相依为命数百年的妹妹。被最亲的人背叛，无意被最信任、最亲近的人在背后捅了好几刀，刀刀致命。我握紧了双拳，双目猩红地问道：恩人一家当真是你害的？到底为什么？你极恨我，你为什么要害他们？他们待我们姐妹二人难道不够好吗？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啊！僵尸的一条尾巴狠狠甩了过来，我闪身后退。当然是因为顾家人不识好歹。僵尸的9条尾巴同时向我抽来，我喜欢顾子爵，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说给他当妾，他都拒绝我。既然他如此清高，如此爱他的妻子，那我就毁了他，让他陪40岁的老女人睡。还有顾婉宁，一个小贱蹄子，他竟然骂我，还警告我，让我不要勾引他的兄长，还说我不如你半分。那我就让他千人枕万人起，我看他还有什么脸来骂我。顾子瑜那个小贱种，嘴上叫我姐姐，可2年了，他依旧念着你。我让他帮我干点活，给他兄长下点药，他都不愿意。枉费我这2年对他那么好，他就是个白眼狼。他不该死吗？听着僵尸这些可笑的理由，我痛得心都在滴血。僵尸，你简直丧心病狂！我猛地抓住了僵尸甩过来的一条尾巴，齐根砍断。啊！僵尸大叫了一声，收回剩下的尾巴，接连后退。他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被砍断的尾巴，歇斯底里地冲着我咆哮：僵四，你怎么可能这么强？你不是今日飞升被劈成重伤了吗？我明明已经在今日吞噬够上1000个童男童女的心脏了。我修炼的功法在炼化完顾子瑜的心脏后，明明已经彻底练成了，我的9尾也已经长出来了。我明明就该比你强，你还炼化了子瑜的心脏？我惨白的脸色像是取悦了僵尸，他微微勾起了嘴角，还露出了回味的表情。是啊，就在姐姐来之前的那一个时辰里炼化的。他的心脏被挖出来时还在跳动呢。僵尸眼中满是恶意地道：姐姐，你是没看到他死前的模样可好笑了。我化成了你的模样，出现在了他面前，他还以为是你来救他了。然后我在他最雀跃的时候，一把掏出了他的心脏。他那难以置信的眼神，他那崩溃的模样，真是太好笑了。姐姐，但凡你今日不选择继续飞升，你说不定都还能赶回来，就那个小白眼狼一命呢。姐姐，你看我对你多好，我可是给过你选择的机会的哦。僵尸，我飞身上前，一把捏爆了僵尸的2条尾巴。僵尸吐了一口血，汇聚妖力，开始疯狂反击。僵四，我不信，我吞噬了那么多的人心，我还打不过你。若我今日放弃飞升，带着一身伤回来，我未必是僵尸的对手。但如今的我已经得道成仙，我的功力是之前的数十倍，即便他修炼了邪魔妖法，他也依旧不是我的对手。我一根一根地捏爆了他的尾巴。是我的错，是我这些年待他太好，什么都护着他，宠着他，由着他的性子。是我的错，是我单独将他留在了顾家，
没看出他的狼子野心。是我的错，是我太过信任他，不曾想过他会因嫉妒我而去残害他人。姜四，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强？这便是渡劫成功，飞升成仙吗？我竟毫无还手之力。僵尸节节败退，一条尾巴都没保住，他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哈哈大笑。天道不公，天道不公啊！凭什么？凭什么我那么努力，依旧什么都比不上你？为什么不管是当年的父亲，还是顾家的人都更喜欢你？如今我好不容易获得机缘，修的功法，拥有了上千年的修为，拥有了9条尾巴，可我依旧打不过你。天道何其不公！我没有理会僵尸的控诉，付出什么，得到什么。僵尸，你该给恩人一家长命。僵尸扭头望向了我，突然笑了。姐姐，我可是你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我们相依为命几百年，你舍得为了一群外人，为了一群和你生活了区区几年的外人，杀我吗？他像以前一样撒娇，姐姐，我错了还不行？大不了以后我乖乖听你的。我幻化成刀，一刀砍下了僵尸的头，他的头咕噜噜地滚到了一边，化作了圆形，他的身子也很快从人形变成了狐身。我带着僵尸的尸身去见了顾家大公子，将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他，跪在他面前，任由他处置。顾家大公子像小时候一样摸了摸我的头。四，其实爹将你们姐妹2人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们不是人类，一切都是我们的选择。要说怪，也该怪我，竟长了这么一副模样，惹来了灾祸。大哥，我声音沙哑地叫道，你起来吧。他将我搀扶了起来，温柔地道，父亲、婉宁、小弟，还有顾家上下都不会怪你的。你既已成仙，就不该再插手人世间的事。顾家有我在，就不算灭了门，一切都会好的。相信大哥，一切都会好的。我去了一趟地府，找了一趟阎王，用我半身仙力换取顾家55口来世投个好胎。阎王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正想回去告诉顾家大公子这个好消息，让他可以好好活下去，却没想到一转身就在地府看到了他。他的魂魄和他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家人站在一起，身边是顾家其他人，整整齐齐57个人，他们在笑着朝我挥手。我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家一家，终究是一家团聚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